今天亞馬爾被換下場的時候臉色不好，嘴裡也碎碎叨叨的。賽後的新聞發布會，主教練弗里克被問到了這點，弗里克說：“是的，亞馬爾有點失望，但他有一張黃牌在身，而且我們需要新鮮的血液，所以我們進行了換人。”亞馬爾不高興，哈哈，那下次換他來把我換下場好了。好的，朋友們，今天的歐冠幾乎全是逆轉。拜仁主場3-1逆轉了葡萄牙體育，亞特蘭大主場2-1逆轉了切爾西，巴塞羅那又主場2-1逆轉了法蘭克福，馬德里競技客場3-2逆轉了埃因霍溫，馬賽客場3-2逆轉了聖吉羅斯聯合，還有托特納姆熱刺3-0戰勝布拉格斯拉維亞，奧林匹亞科斯客場1-0戰勝阿拉木蘇凱拉特，摩納哥主場1-0戰勝加拉塔薩雷。另外，最重要的，利物浦在雪藏了薩拉赫之後，憑借88分鐘索博斯洛伊的點球，客場1-0小勝國米。好，今天節目後半部分，老 K 還會對明天的歐冠進行一一的預測。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傷兵滿營的皇馬，姆巴佩結果又傷了，又踢不了。現在主帥阿隆索的帥位可謂岌岌可危。好的，希望大家先點讚再看，養成好習慣。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，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。今天歐冠大家最關心的一場，就在沒有了薩拉赫之後，利物浦能不能贏球？還真別說，不知道是不是改了氣運，在比賽進行到88分鐘，依靠索博斯洛伊的點球破門，利物浦客場1-0戰勝了國際米蘭。這個球真得感謝國際米蘭的巴斯托尼，跳起來頂頭球，結果下來的時候竟然拉了一下威爾茨，居然到最後送個點球，利物浦自己也沒有想到，踢得不好居然還能贏，哈哈！所以利物浦的優良傳統又找回來了。專業幫弱隊找信心，幫強隊找不足，能夠贏皇馬、國米，卻也能夠輸加拉塔薩雷和埃因霍溫。柿子專挑硬的捏，這斯洛特呀有種。而國際米蘭的巴斯托尼每在比賽的尾聲總愛這麼幹。今天這場球看 title 是國際米蘭對利物浦，但這兩支所謂強隊現在的比賽內容都不行。可相比之下，利物浦還略好一點，就希望利物浦這是個轉折點。今天比賽最關鍵是11分鐘，國際米蘭的陣眼恰爾汗奧盧好像是拉傷了自己的內收肌，所以無法堅持，被澤林斯基替換下場。國際米蘭自己踢的也不好，尤其是图拉姆踢得太隨意了，總是喜歡秀花火，總是喜歡用腳後跟。老塔羅把人過了，分球給他，這個位置仍然不敢射，這個球图拉姆竟然又分出去了。圖拉姆拿球喜歡帶兩腳，傳球喜歡腳後跟，但這兩個絕技啊，其實都上不了台面。多少個國米的反擊就是被他的盤帶給耽誤了。所以圖拉姆雖然身材很好，但是在法國國家隊坐不穩主力的中鋒位置。就想起上賽季圖拉姆給老塔羅一腳腳後跟助攻以後，就開始迷上這個絕技，踢得太隨意，太隨意。兩條邊今天就只是打迪馬爾科那一邊，各種無腦的傳中，屬於中路的隊友看都不看一眼，只管蒙一腳傳中。所以迪馬爾科踢球現在也太容易預測了，誰都知道他接球後要幹什麼。要麼就一腳無影無蹤的傳中，要麼就抬起一只短腿假裝突破然後回傳。最近的比賽迪馬爾科踢得不怎麼樣，越來越踢不明白了，從來都沒有內切，所以太容易被對方的防守預測。本身迪馬爾科的防守就不行，這進攻端又沒有作用的話，總之踢得太公式化。巴斯托尼1對1防守能力一般，手上小動作多，這一直是他的毛病。所以裁判嚴格點，吹點球就吹點球吧，汲取教訓就好。而國米今天上來呀，就傷了2個，恰爾汗奧盧和阿切爾比都傷退，所以這就用掉了2次換人的機會，想調整也只能憋着。今天國米輸球也不能只怪裁判，國米現在愈強不強，愈弱不弱，之前輸給 AC 米蘭、尤文和那不勒斯，這場打利物浦也是自己的傳球失誤比較多，再加上上賽季小西蒙尼在的時候也是打不過強隊。如果說輸1次2次可以怪運氣怪裁判，但是輸3次4次5次6次就肯定不是了。真正的問題，國際米蘭還是窮，沒錢買人，所以踢得爛跟裁判問題這是兩碼事兒。這場就算遇上了內憂外患的利物浦踢得也一般，但國際米蘭在最後0-0的時候仍然想守平局，一直是利物浦在進攻，所以也缺乏一點贏球的勇氣。所以期沃今天的安排，國米在場上各種拖沓隨意，太缺乏想贏的慾望，就看不出能贏的能力。像今天隔壁的意甲亞特蘭大能夠利用切爾西狀態不好2-1逆轉，所以主帥齊沃還是值得總結的，可以再找找自己，不能一遇到強隊就想慫，進攻唯唯諾諾的。像巴雷拉和姆希塔良推进攻到了禁區，但還是不射門。齊沃作為主教練，現在虐菜沒有問題，但打強隊還是要總結，還是要找到自己未來的方法。國際米蘭全隊是都沒有帶射門靴呀，
都到了禁區拉出角度了，還是傳一腳，很多能射門的機會都不射，沒有對進球的渴望。國際米蘭中前場球員都想着串聯和組織了，這還是小因扎吉時期養成的毛病，打得太細了。上半場明明可以搓射的球還要傳，現在新的主教練齊沃一直要求打得更直接、更簡單點，不過還沒有完全改過來。當然，國米也缺乏能夠變節奏的爆點，所以一直靠着傳切。作為國米的球迷，咱們也只能先放低期待，因為引援不給力，老齡化嚴重，就只能先順其自然，再看看冬窗夏窗能夠做些什麼。整個球队國米還是在靠老班底，恰尔汗奧盧、姆希塔良、阿切尔比，這幾個都多少歲了？主教練的齊沃用人也偏保守，比較公式化，比較模式化，仍然以上賽季的首發為主。替補誰上來踢得好，下一場就試試首發。而現在路易斯·恩里克信心不足的問題，就不是2場亮眼的表現能夠忽視的。整個拿球，恩里克缺乏信心，就比較慌，不敢直接出球，都是思考了半天呀，最後一個安全球。所以這個賽季的歐冠，國米應該走不遠，就希望聯賽把弱隊都拿下，爭取打個前3，運氣好還能爭聯賽冠軍。現在國米替補的水平是不是可以培養培養？難道總指望主力這群老人年年煥發新生嗎？對了，還有今天首發90分鐘的中場路易斯·恩里克，前面踢得還好，防守也能站住位置，但是傳球真的不行，最後一次進攻還傳丟了。這職業球員在無對抗狀態下能傳出這種球嗎？路易斯·恩里克還是肯跑，但好多次跑出機會之後，隊友不給他傳球，所以今天右路基本啞火。路易斯·恩里克未來還是得找自信，他的盘球、帶球、停球都還可以，就出球啊總是安全球比較多。國米老塔羅今天發揮的還行吧，已經算這賽季強强對話中發揮比較好的一場了。而老塔羅總是讓他回撤的太深，這也影響了他的進攻能力。他在場上的串聯包括背身發揮都不錯，只是作為中鋒不怎麼想射門這一點。當然本身老塔羅的速率比較慢，一般封堵的比较好，对於他射门呀就比較難進。第二呢，老塔羅確實風格太細了，只要隊友位置好他都會傳，所以這場比賽他也沒有出現什麼絕對的好機會。就那個球，老塔羅給圖拉姆一個特別好的球，圖拉姆如果射80%自己能進，可非要傳回給老塔羅，老塔羅這一群人圍着怎麼射呀？今天他在場上充滿激情，作為前鋒會去逼搶壓迫，甚至到中後場，所以確實有點激動，搶得太積極了，差點把羅伯遜給幹傷，放鏟有些魯莽。不過老塔羅過去也是 50-50 的球很多都愛鏟，只是以前經常沒希望，所以收腳收得快。今天這個鏟球確實很拼，雖然也收腳了，但是需要注意動作。今天國米比賽克替補出場59分鐘，踢得不錯啊。比賽最後，國米的左右中衛都壓上去了，帶到禁區，比賽克磕球變向，就像 C 羅一樣，這內切的水平之高，對面的伊薩克得好好學學。綜合來說，國際米蘭的實力跟頂級的球隊比還是差點意思，就是對強隊太尊重。其實打現在的利物浦，但凡給他的後防上點強度，利物浦就容易亂。所以從這一點來說，國米的衝擊力還不如英超的那些中游隊。當然說來說去啊，還是窮的問題，陣容確實拿不出手。國米可以在小球隊身上拿分，但打強隊啊，真拿不出手，全是老爺車，老齡化太嚴重。中場也沒有一個純防守型的守腰，而且從小英扎吉時期就開始養成不喜歡上身體，喜歡控球的踢法，所以也就缺乏对方後場球員的衝擊力。簡單說，沒有爆點。而衝擊這個活兒本應該是圖拉姆幹的，但又輪到圖拉姆這場表現相當差。上賽季國際米蘭在後腰的位置還有個替補阿斯拉尼，這賽季是什麼都沒有。國際米蘭現在因為老齡化，隊內也缺乏真正能夠在關鍵時刻站出來的球星。說句難聽的，場上這幾個還沒有鄧弗里斯可靠。齊沃還有個小缺點，就是輪換做的真不如小因扎吉。而且今年的國米不走運呀，打尤文打那不勒斯，一共被射正7腳就被進了7個。打米蘭和那不勒斯又各自踢中了2次門框，德比後3天客場打馬德里競技，最後1分鐘被絕殺。今天踢利物浦，上半場就連傷2個主力，這樣的運氣也是沒誰了。整場比賽國米表現最好的是澤林斯基。現在國米無論是聯賽還是歐冠，只要打強隊，難求一勝，哪怕是混亂中的利物浦。主教練齊沃需要提升總結的地方很多，冬窗陣容也需要補強。現在國米歐冠就等着打附加賽吧，所以主教練齊沃遇到高端局強強對話，一個是排兵布陣太常規，阿切爾比現在打歐冠這種強度，他明顯跟不上。像比賽課上來，阿坎吉居中踢的不是蠻好嗎？阿切爾比的幾場比賽看下來，身體機能下滑非常嚴重。現在扛那種機动性不強的大中鋒還勉強可以，
但是对位像伊薩克、埃基蒂克这種運動能力強的就很難。另外也是比賽的氣質不行，打強隊就需要激情，要鐵血。歐冠的比賽要打仗拼刺刀啊！過去穆里尼奧帶國米是怎麼打的？而且我有些像個老好人，總是在那兒嘻嘻哈哈的哄球員。不過根據發布會看呀，切沃也是早就做好了準備要去打附加賽。而利物浦威爾茨今天這個被拉倒，有一點點跳水的嫌疑，但在禁區內背後拽衣服，巴斯托尼自己的小動作，這也怪不了誰。這個動作本來就是犯規，職業球員被拉肯定要倒。維爾茨今天除了制造制勝的點球之外，他上場之後啊，利物浦的進攻瞬間就好起來，整個進攻都活了。剛剛換人上來幾次進攻就很有威脅。索博斯洛伊今天踢得不錯，只可惜最好的索博斯洛伊出現在利物浦最不好的时期。再加上国家队今年最悲情的就是索博了，在国家队踢葡萄牙绝杀，愛爾蘭一次绝杀，一次逆轉打平，可最後匈牙利國家隊的世界杯附加賽也打不進去。本場在維爾茨和布拉德利登場以後，索博在前場跟他們配合，創造了2-3次進攻機會，主罰的點球也是右上死角。索博現在歐冠6場已經3個球，扶大夏之將親，主教練斯洛特現在全靠索博續命。現在他是又能踢點球，又能踢任意球，傳中威脅也大，還能滿場飛奔，什麼位置都能踢。關鍵索博長得帥，又高又帥。本賽季利物浦唯一的戰神只有一個索博，責任心太強了，承擔了太多責任。而今天利物浦自己的青訓瓊斯和布拉德利精神屬性拉滿，關鍵時候還得是自家的孩子冒出來爭爭氣。上賽季踢埃弗頓的時候，瓊斯甚至還跟對面幹架。今天的幾個護球轉身擺脫實在漂亮。本賽季感覺瓊斯甚至比麥卡里斯特踢得更好。瓊斯的護球是真的好，真能拿住球，就唯一鸡蛋裡挑石頭啊，處理球略顯拖沓。好幾次明明有一腳出球的機會能夠打開局面，但反而也因為控球害得機會消失，老毛病有一些拖沓。今天3次嘗試帶球突破全部成功，嘗試傳球70次，完成傳球67次，穿透性傳球14次，突破對方防線的傳球3次，以上均為全場最佳。瓊斯的控球現在也是隊裡為數不多能夠向前帶球突破的點，能夠向前傳，能夠帶，能夠護球，技術比較絲滑，腳下是真有盘帶。也許是看到曼城的太子福登本賽季在超神，瓊斯作為利物浦的太子，體內的 DNA 也在蠢蠢欲動。而替補只上了22分鐘的布拉德利，這幾場的狀態也可以，能突能傳，很有氣勢，也是為數不多敢於衝擊對方防線的，效果也不錯。布拉德利這一場帶球帶得不錯，明顯也敢傳中了，上來威脅就多了許多。短短的20分鐘，但每一次布拉德利在歐冠賽場感覺都很拼。整場比賽利物浦也沒有太多機會，主要是國米給的壓力不夠。這如果是英超的比賽，利物浦今天又懸了，就哪怕換個利茲聯，絕對比今天的國米要強得多。利茲聯的進攻現在狂狂的，所以雖然贏了球，但利物浦現在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。打任何球隊，利物浦就感覺沒有威脅。所以這場比賽與其說是歐冠的強對話，其實強度還不如一場普通的英超。當然，這也是現在歐冠的新賽制，對雙方而言都不算什麼生死之戰，都有容錯的空間。本來利物浦的狀態也就不好，又是客場，上來保守點很正常。只是沒有想到主場作戰的國米上來也是鬆鬆垮垮的，不像是想贏球的樣子。對了，今天88分鐘這個點球前後啊，球迷們都在想，薩拉赫之前看沒有自己，利物浦贏不了球，是不是咧嘴在笑？最後88分鐘點球贏了，薩拉赫又是什麼表情？本場的利物浦仍然沒有邊路的進攻，沒有邊鋒球員，但其實有個恩古莫哈，斯洛特不用，斯洛特堆了一堆的中場球員，所以場上瓊斯和麥卡里斯特有些重疊，而埃基蒂克踢不了邊鋒，伊薩克現在也沒有磨合過來，感覺也不適配。利物浦的進攻組織仍然有些混亂無章法。不知道賽前的訓練在練什麼，比賽中想打什麼。可是賽後的教練組范布隆克霍斯特仍然摟着主教練斯洛特，一副很開心的樣子。就今天打出來的這是利物浦未來的打法。OK， 另一場巴塞羅那主場對法蘭克福，法蘭克福開場21分鐘就由布朗過人後傳球，克瑙夫破門。而下半場巴塞羅那掀起了反擊的風暴，先是拉什福德的精準傳中，孔德頭球破門。隨後亞馬爾傳中，再次是孔德頭球雙響。今天亞馬爾被換下場的時候臉色不好，嘴裡也碎碎叨叨的。賽後的新聞發布會，主教練弗里克被問到了這點，弗里克說：是的，亞馬爾有點失望，但他有一張黃牌在身，而且我們需要新鮮的血液，所以我們進行了換人。亞馬爾不高興，哈哈，那下次換他來把我換下場好了。哼，
所以這對我來說不是問題。好吧，他是亞馬爾，他就是這樣。我完全理解他的不滿，因為每個人都想留在場上。他覺得自己能踢90或者100分鐘，他很年輕，這沒有什麼問題。我覺得這種態度也很好，我不介意，因為我也當過球員。也許我當年不像亞馬爾這樣，畢竟我們是不同的球員，水平也不一樣。對於他這種反應，我完全可以接受，這不是問題。今天有意思的是，孔德梅開二度進的第2個球，賽後他接受採訪說，這第2球我本來是想傳球的，所以我自己也很意外。佩德里也說，孔德這個家伙特別努力，這是他應得的，這會对他保持狀態有好處。但我相信第2個球他其實不是想射門，但我會去問問他的。今天亞馬爾踢得比較一般，處理球不太合理。上半場他拿球就是3-4個人衝上來，這場德容不在，拉菲尼亞被盯死，菲爾明也不喜歡頻繁的去做配合，所以右路沒有頻繁的穿插，讓亞馬爾打小範圍的2過1。上半場亞馬爾18次丟失球權，成功過人只有1次，一直在丟球權。上半場巴薩的前場沒有一個能看順眼的，而亞馬爾因為是踢強側，需要他來處理球，所以問題也被放大。那麼這種情況，3-4個人來協防亞馬爾，強突又過不去。不過最近的亞馬爾在場外比較低調，回防也變得積極，明顯有些改善，就是有時候還是喜歡攤手。好在亞馬爾的搶斷也不少，而且每次依靠他能夠突破，吸引防守2-3個人。就亞馬爾哪怕狀態不在線吧，也屬於正常邊鋒的表現。只是巴薩踢的是傳控，拿球應該要去打配合，而不是專門一個人帶。在對方雙人盯防過不了的情況下，亞馬爾可以早點傳球，重新組織。今天亞馬爾硬突是稍微毒了一點，但他有自己的想法，這也能夠理解。亞馬爾的總體表現還可以接受，特別是搶斷做得不錯。過去有時候看啊是只逼不搶，但現在逼搶確實很積極。現在巴薩能夠持續攻擊對方防守強側的鋒線上就只有亞馬爾，而萊萬遲早會走人，費蘭托雷斯和巴爾德吉的實力擺在那裡，再加上巴薩不會買斷拉什福德，拉菲尼亞本場也被盯死，一點也突不起來，所以巴薩明年的進攻思路啊還得再想想，必須得換年輕的中鋒。總體來說，亞馬爾的意識還有大局觀和心態，這些都需要慢慢積累。只是傳球和最後一腳稍顯隨意，其他沒有毛病。今天佩德里稍顯疲憊，但仍然是中場最安心的存在，屬於要他幹的事兒實在太多。佩德里防守的位置感是非常好，上搶、攔截、搶斷效率都很高，而且有他在向前場推進進攻和精準的一腳出球，巴薩的中前場進攻就順暢不少。所以真的，只要佩德里在，巴薩的中前場進攻立馬就能火起來。這場因為沒有上德容，所以佩德里周圍總有4個防守隊員。對面的教練很有針對性，所以老 K 的觀感，巴薩的中場就像佩德里一個人一樣，又要防守，又要串聯組織，又要傳威脅球，但發揮仍然是穩中穩。有他在場上，3個字：安全感。佩德里還年輕，如果未來能夠練出射門和得分能力，那就不敢想，太強了。今天的拉什福德上場45分鐘，表現相當好。拉什福德的縱向反越位跑動是很不錯的，甚至還有一腳定位球的功底。雖然做不到像拉菲尼亞那樣的內切，但是巴薩今天倒腳倒半天，還不如拉什福德傳一腳。現在拉什福德的數據已經上升到巴塞羅那全隊的第2，制造了15個進球，僅次於亞馬爾。雖然拉什福德仍然游離在巴薩的戰術之外，但是他在場上確實也會對球隊產生積極的影響，因為他武器庫裡的東西的確豐富了巴塞羅那戰術的多樣性。以老 K 來看，買斷是物超所值的，只是巴塞羅那的財務問題，不管拉什福德有多便宜，可能都不想花錢。這樣的一個3000萬穩定的技戰力啊，要我說真的不虧。本身拉什福德就是拉菲尼亞的替補的定位，雖然感覺融入不了吧，但拉什福德起碼傳球的落點還可以。只要拉菲尼亞不在的時候，巴薩的左邊還是靠他。今天巴薩的後防線，赫拉德馬丁仍然踢得不錯，比庫巴西穩。現在巴薩右中衛的問題反而比左中衛更嚴重。那麼第一個丟球看似和赫拉德馬丁有關係，其實也是整條防線的統一性問題。中後衛和邊後衛的站位進退太需要一個後防的領袖來指揮了。赫拉德馬丁原來只是個邊角料，但逐漸好起來，最近是越踢越好，經常被老 K 表揚。而且掌球的同時，赫拉德馬丁的刀也慢慢開始鋒利起來，射門質量確實高。今天那個射門如果進了，那就牛了。就馬丁這樣的表現，在巴塞羅那做首發中後衛完全沒問題。反觀首發出戰了90分鐘的庫巴西，出球能力不好，1對1的單防能力也不好。仔細看的話，各種防守的策略基本功都比較差。比賽結束前，庫巴西的那一下解圍真是嚇死球迷了，直接給對面送助攻嘛。當然，畢竟庫巴西也只有18歲，就18歲年輕球員的天分和表現來說，
他的爭頂還是有進步的，就是得練一下1對1，還有自己的身體素質。如果沒有速度、沒有意識、沒有對抗，未來在這個位置上是待不久的。不過庫巴西有一點好，從來沒有大傷過，基本全勤。在整條後防線上出勤最穩定的就是他。庫巴西的高空球防守比較差，經常是对对方的後場長傳的球連人帶球一起漏。而且因為連續比賽沒有休息過，庫巴西在同樣壓力的情況下，防守比上賽季也顯著的更慌亂了。這一場庫巴西也是真累，對面的進攻球員感覺換了4個人，每個人都來輪番的衝擊一下他。因為年齡太小，所以庫巴西的身體力量很吃虧，1對1幾乎沒有成功能夠防下來的，就搞得對面的1對1成功率很高，一點限制都沒有，動不動也容易吃晃。這對比赫拉德馬丁，赫拉德馬丁只是邊後衛出身，但1對1的情況下就破壞了對面不少進攻。所以作為中後衛，本職工作一定要做好，千萬不能當漏勺。亞馬爾今天確實踢得不好，而拉什福德上來以後，破大巴的能力巴薩是明顯增強，也減輕了亞馬爾那一側的壓力。另外就是庫巴西和菲爾明的表現很一般。OK， 今天拜仁主場对陣葡萄牙體育，同樣是逆轉。下半場的54分鐘，基米希在門前自擺烏龍，葡萄牙體育1比0領先。10分鐘以後，拜仁的奧里塞開出角球，格納布里在無人盯防的情況下破門，扳平比分。隨後萊莫爾傳球，卡爾在禁區內停球後抽射破門。最後第77分鐘，格納布里頭球回擺，約納坦塔破門，擴大比分為3比1。這今天拜仁最大的喜訊是阿方索·戴維斯復出，終於回來了。看見他復出替補2分鐘，比3比1贏球，拜仁球迷還要高興。而今天的比賽屬於首發出戰了77分鐘的卡爾。17歲的卡爾步頻極快靈氣，在禁區內的變向也快，晃來晃去差點把對面晃成了博阿滕。卡爾現在比梅西還要矮，但畢竟只有17歲，還會長，屬於給他一點機會就能抓住機會，這才是豪門青訓必須走的發展之路。如果不敢直面競爭，那怎麼可能成為現在的穆夏拉和卡爾呢？拜仁培養穆夏拉和卡爾是很有一手。現在問題來了，明年的世界杯德國隊帶不帶他？甚至德國隊的主力有沒有卡爾一份？卡爾不僅球踢得猛，長相也像個猛人。過去接受採訪的時候，卡爾也說過，梅西就是自己從小到大的偶像。所以這位拜仁的新太子卡爾，只要這麼一直發展下去，遲早成為拜仁自己的梅西。17歲零290天，卡爾成為歐冠歷史上最年輕的連續3場都有進球的球員。今天雖然是3比1，但其實拜仁踢得很不容易。60分鐘以前，拜仁的球迷感覺太窒息了。還好格納布里一腳，卡爾一腳。今天拜仁的定位球質量也高。總之，對面葡萄牙體育的反擊總是讓人有點揪心。但是拜仁也一直攻勢不弱，特別是打完阿森納之後，拜仁的定位球進攻確實在肉眼可見的變好。不過客觀講拜仁的定位球防守仍然不行。今天呢，基米希上半場表現不好，好幾個球直接傳給對面，而下半場剛開場那個烏龍球嘛，基米希如果不攔肯定進不了。好在基哥經常這種時候下半場卻會越踢越好，不會被任何東西影響，自己調整自己，專注於球場，所以下半場基米希的狀態也回來了。而格納布里本賽季的狀態是真不錯，好幾場比賽有好幾次射門都是貼着門柱劃過，看得出來格納布里的實力一直在回歸。今天這球進的和14年世界杯托馬斯·穆勒打巴西那個球簡直一模一樣，而且居然還能再看到格納布里的內切打門，突破可能沒有以前犀利，但把握機會的能力仍然在。格納布里還是踢中間威脅大，減肥練練速度，準頭也逐漸找回來。所以每到合同年的格納布里總是感覺無敵。這一場一個卡爾一個格納布里都可以評選為本場最佳。而哈里凱恩不用說了，仍然是進攻組織回防一把抓，雖然沒有進球，但上半場在很小的空間下能夠晃開多人，撕開空間，完成一腳射門打中立柱，這就是屬於世界 T0 級別中鋒的水平。而本賽季凱恩最不缺的就是數據，屬於稍微給點空間就有威脅。另外，安聯球場主場的門柱是有說法的，凱恩這都打了多少次的門柱了。所以哈里凱恩他的價值完全不需要進球數據來衡量，只要有他在就可以幫其他隊友進球。姆巴佩、哈蘭德、哈里凱恩這3位就是當今星球上最能進球的3個男人。還有奧里塞仍然很優秀，本賽季奧里塞的數據已經2雙了，過人美如畫，組織傳球也不錯，就是射門差點腳感。而且今天沒有路易斯·迪亞斯吸引火力，這也影響了奧里塞的發揮。盘帶過人依舊很美，只是內切之後的幾腳射門有點勉強。奧里塞踢球在當今5大聯賽也算是騷的啦。
穿襠的高手，過人是真帥，看他过人是非常享受的。而对面的葡萄牙體育這個隊現在真的可以，擺大巴，防線站位是非常緊湊，腳下球人人都有盤帶，人人都很靈敏，還有大腳解圍，葡萄牙體育永遠都總能找到自己人，所以本場比賽體現的技戰術水平相當高。而葡萄牙體育的紀律性是真好，腳下技術也真好，所以難怪他能成為歐洲著名的黑店，總能出人才，這也是有說法有道理的。今天總體來說，拜仁踢得不算好，攻防轉換偏慢，只有卡爾有轉換速度和節奏的變化，所以就顯得中場出球有些慢，特別是基米希的出球慢，鋒線上缺乏能夠提速的人。拜仁現在缺乏絕對的速度，像基米希如果想提高出球的速率，但隊友如果接不到也就沒有用。拜仁有一些只打雷不下雨，在進球之前有攻勢，就是缺一點運氣。而对面葡萄牙體育的防守密度也確實沒有給拜仁衝起來的空間。拜仁未來應該要引進一個有絕對速度的速度型邊鋒。好，本場意甲的亞特蘭大主場對陣切爾西。上半場剛剛開始25分鐘，就由切爾西的若昂佩德羅接到了里斯詹姆斯的助攻，完成破門取得領先。隨後亞特蘭大就一直在反擊。下半場第55分鐘，德凱特拉雷送出了精準的傳球，斯卡馬卡抓住機會頭球破門扳平。83分鐘尾聲階段，亞特蘭大持續的施壓，德容恩送出了關鍵一傳，又是德凱特拉雷冷靜的施射得手。最終亞特蘭大利用切爾西的狀態不佳，完成了逆轉。最近切爾西平了2場，輸了2場，連續4場比賽不贏球，還是太疲勞。切爾西的輪換力度不夠，本質上還是替補的強度不夠。而最終的事實也證明，又要踢歐冠，又要踢英超，再牛逼的球員也需要休息。現在切爾西是遇強則強，遇弱則弱，能夠3比0戰勝巴塞羅那，能夠1比1逼平阿森納，可是打利茲聯、伯恩茅斯和亞特蘭大卻是1平2負。主教練馬雷斯卡真得研究研究輪換的事情了。上主力如果贏不了球，然後主力的體能又下滑，又想每把都要贏球，又繼續上主力，結果又贏不了，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。還有切爾西每次踢強隊，踢那種戰術明確的強隊，有自己的一套，但是以自己為主踢弱队呢，就往往問題很多。最後這場比賽虧損最大化，又輸了球，又沒有完成輪換。那麼咱們再想想，瓜迪奧拉為了踢利茲聯的10人輪換還真有些道理。另外本賽季贏了巴薩的球隊都會遭遇連敗，像塞維利亞4比1贏了巴薩，立刻1比3輸給馬略卡，1比2輸給皇家社會。而皇馬就不提了，國家德比贏了巴薩，到現在都沒緩過來。再加上切爾西3比0戰勝巴塞羅那之後，這連續4場都沒贏球，不能不說本賽季的巴薩多少他帶點毒。切爾西本場暴露的問題就是馬雷斯卡太喜歡邊後衛內收，像左後衛庫庫雷利基本就不在左邊，也不去幫左邊鋒進攻他直接跑到前腰位置等着。而右後衛里斯詹姆斯直接被馬雷斯卡用來踢後腰，後場出球的時候2個後腰就站在那裡看着門將桑切斯開大腳，再加上近來狀態火熱的埃斯特旺，也不知道為啥不用，所以馬雷斯卡讓邊後衛內收，在中前場的中路堆人，邊路給邊鋒去1對1，這就導致沒有傳中，沒有起球，中路全是防守隊員，球傳不進去，進攻也就沒有效率，打不開，前場沒有配合，就只能都靠個人能力。還有吉滕斯，比賽踢完竟然發現吉滕斯還在場上，馬雷斯卡把內托下掉，安排吉滕斯去踢右路，這樣的戰術老 K 不敢恭維。馬雷斯卡的輪換確實有問題，像庫庫雷利亞現在累的防守明顯比以前要少了一半。而哈托如果買來不用的話，乾脆東窗能不能賣掉，好好給庫庫補一個替補。另外像恩佐、伯納諾特完全可以替恩佐踢一踢嘛，讓他休息一下。你看馬雷斯卡今天搞的輪換，上了個阿達拉比奧尤，還有古斯托玩玩內收就可以了，你還真讓他打上進攻核心了。所以馬雷斯卡聯賽歐冠都想抓，結果都沒抓住。輪換嘛，也不知道輪換了個啥，埃斯特旺也不給上，吉滕斯又死都不換下去。最關鍵是後場切爾西這些人才，就憑着阿達拉比奧尤，聯賽想進前4難，突馬突不進去，拿嘛拿不住球。下半場切爾西就沒有幾次流暢的進攻，當然上半場也沒有，首發吉滕斯就感覺是自斷一臂。所以切爾西的狀態真是個謎，踢巴塞羅那和阿森納那麼猛，你覺得他行了吧，他又低迷了。好，關於明天的歐冠，皇馬將主場對陣曼城。可關鍵的時候，姆巴佩因為左腿的肌肉不舒服，缺席了皇馬今天的訓練，也將不會出現在明天對陣曼城的比賽中。所以現在皇馬的傷病名單還在進一步的擴大。
像米利唐對陣塞爾塔的比赛中股二头肌受傷，將缺陣4個月，再加上阿拉巴的小腿、阿諾德的股四頭肌、卡瓦哈爾的膝蓋、門迪的股二頭肌和赫伊森的膝蓋傷，這還不包括卡馬文加。卡馬文加現在因為左腳踝扭傷，也同樣缺席了訓練，所以皇馬將以缺少60%後衛的陣容去迎戰曼城。最重要的是缺了姆巴佩，姆巴佩這賽季可是扛着皇馬在走啊，所以主教練阿隆索的位置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岌岌可危。明天怎麼辦？是不是要求助於他一直虧待的巴西雙人組羅德里戈和維尼修斯，讓他倆來擔任鋒線呢？現在據說皇馬將等姆巴佩到最後一刻，看看能不能将姆巴佩放入大名單。可我覺得呀，這場歐冠對姆巴佩的個人職業生涯來說並沒有那麼重要，傷沒有好透就不要上，千萬不要有什麼後遺症。過去巴薩的乌姆蒂蒂，人家還是為了世界杯才犧牲了自己的職業生涯。明年我們都想看到一個沒有任何傷病、身體狀態都拉滿的姆巴佩。好，所以明天這場比赛老 K 猜曼城不败，而比爾巴鄂竞技对大巴黎看好大巴黎，勒沃庫森对纽卡看好纽卡，本菲卡对那不勒斯看好本菲卡，布鲁日对阿森纳看好阿森纳，多特蒙德对博德闪耀看好多特蒙德，尤文图斯对帕福斯看好尤文。总之明天的歐冠將更加精彩，大家請一定記得點擊訂閱咱們老 K 足球新聞，而且點開小鈴鐺選擇全部，這樣你就能第一時間收到最新推送的視頻。OK， 感謝大家的點讚、分享、評論和熱推。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，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。我們明天見。